呀，这个东西终究它还是出来了。就你点开抖音商城，你去搜索人类饲料这个东西，就可以看到这种全营养类的代餐。当你还在拒绝预制菜的时候啊，你那个卷王同事啊，已经偷偷的吃上人类饲料了。从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一种类似于奶粉的冲泡类食品，可以补充人生存的基本营养物质，就主打一个呢，戒掉食欲，只为活着。就是饲料，只不过是说的难听的叫饲料，说的好听一点呢，就是叫做代餐。说吧，其实它跟狗粮、猪饲料没有太大区别，这看着就跟那个什么黑芝麻糊那种很像啊。这里说是一餐啊，建议食用60克，那就直接是快2勺，这一勺是30克，很像是冲蛋白粉啊，朋友们。然后再兑入400到450毫升的水，再搅拌均匀。然后吃之前，他就说再配上这一小包的这个膨化食品，结合着这个一块吃，这就是1顿的量哦。这个玩意好像就是跟那个零食差不多哈啊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某一些打工族的一餐。我说实话，真的不是很好喝，甚至于还不如那个蛋白粉，你知道吧？因为里面好像是没有糖的。我天，好像真的吃饱了，朋友们。只不过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，你如果让我再吃第2顿这玩意儿，我就想哕。健不健康我不知道啊，我只能说很难吃。我听他们说啊，猪饲料的味道都特别好吃啊，但是这个人饲料啊，今天真的是让我给见识到了。你敢相信吗？中国底层打工人现在已经开始吃饲料了。最近很多大陆网友表示，在抖音、小红书等多家媒体平台上，越来越多的刷到吃人用饲料的视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一起看看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不少人开始不吃饭，流行吃人饲料了。不但几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，还比外卖更营养、更卫生。而近期热度飙升的人饲料行业正加速从1000亿迈向万亿规模，多家上市公司已经抢滩布局，预计中短期内将诞生市值过1000亿的领军企业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现在咱们中国的打工人好像连馋这个感觉都快没了，直接进化到吃人饲料了。网上有个叫弱饭的玩意儿，说白了就是给人吃的饲料，都卖出去好几万份了。多少打工牛马就靠忙里偷闲扒拉2口这东西，补充点活下去必须的营养。那这人饲料到底是个啥？简单讲，就是一种营养粉，加点水晃一晃灌下去，就能顶你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啥的。除了保证你饿不死，跟享受美食那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或许见过猪饲料，也见过鸡饲料，不知道哪个上良心的发明了个人饲料。没错，我们以后作为人类啊，要开始吃饲料了。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，1个星期的饭量只需要117元，那么1个月也就400多块钱，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成本。我们生活成本降低了，我们就可以降低工资，去竞争那些更优质的岗位。你敢信吗？中国的打工人已经彻底的净化掉食欲，开始吃上人饲料了。以前先有快餐，然后是外卖，接着是预制菜，现在直接是人饲料。真的，你没有听错。现在网上出现了一款人饲料，而且还卖得非常好，2万多单。现在中国底层打工人已经卷到午饭都没有时间吃，早上班晚加班，吃午饭都要掐点计算。而这款人用饲料恰好解决了现在年轻人的所谓的吃饭难题。据说呢，这款弱饭诞生于2015年，是一个叫做邵伟的程序员。他最头痛的2件事，那就是休息时间太短，以及抢电梯排队卖饭。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，加上熬夜加班，他身体很快就亮起了红灯，诊断出了高血脂和脂肪肝。后来他就一直在琢磨着有没有像乐高积木一样的食物，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直接给拼接起来，不开火、不洗碗、不排队、不打饭，撕开就能吃。于是他就把各种营养粉末混合在一起，捣鼓出了这个叫做弱饭的人用饲料。弱饭问世不久便开始爆火，今年甚至还有新品上市，据说一上市就被抢空了。很多网友感叹，现在中国的内卷已经到了打工人把吃饭当成给身体电池充电一样了。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更惨，并且很多人应该是没有钱且一直待在家里找不到工作的。去年1179万大学生毕业，有多少人是找到工作的？而今年1222万大学生，又有多少人能够找到工作呢？前段时间花旗银行大规模的裁员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通知裁员是非常突然的，并且是没有任何征兆的。前天我去上海找我哥玩嘛，上海现在的状况你听了可能都不敢相信。现在的上海很多的大公司都在裁员、减薪和收编，还有很多的那种小公司都徘徊在那种亏损和破产的边缘。
5月1号我去了一趟西安，然后在我的印象里面，西安一个旅游大古都，尤其是文化底蕴特别厚的这种城市，在5月份这个时候应该是旅游旺季，人非常多吧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去西安那几天，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那么大的一个旅游城市竟然是空荡荡的，而且钟楼和鼓楼那么好的一个景点，附近的酒店应该是特别难订，并且特别贵的，是不是？没想到钟楼附近的酒店真的很便宜，而且都是100多的那种酒店。所以在经济情势不好的情况下，不光是大家所说的就业难、工作压力大，或者说是工作不好找，更多的是老百姓他不出门了。第二是真的他们不消费了呀。但话说回来，今年有可能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，也包括我。其实每个月加上房贷、车贷，家里的生活开销，基本上我的口袋里都是空空如也，1分钱都不剩的。也许这就是当下普通人的普遍现状吧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焦虑，不要内耗自己。凌晨3点钟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看有多少人现在在上海睡桥洞。这个呢就是一个桥洞啊，高架桥洞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。我们呢声音稍微小一点，他们应该都已经睡着了，不知道是谁的父亲，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。这里有3个，这里呢第4个，这里呢又是第5个，第6个，第7个，第8个，第9个，第10个，11个，这连帐篷都没有，这么多外卖员连帐篷都没有。第12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现在暑假工出来了，这种小型电子厂也可以这么搞，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有什么好搞的？搞不了一点。今天又进去白搞了1个小时，那个飞机拉比我家米都还下得快啊！9块钱1个小时有什么好搞的？这些厂啊，跟这些中介啊，他们现在就仗着学生工出来了，就为所欲为，把这个工价压到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，直接搞不了一点。9块钱的工价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都说黄河之水不会倒流啊！我记得我10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在 KFC 做兼职端盘子，那时候就10块钱1个小时，现在是9块，还会不会更低呢？我们大家不要过度的高估了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啊！有大量的一个月3000、4000块钱以下的收入的群体，是大量的啊，普通的服务业或者是普通的制造业，大量的3、4千以下的收入群体，有大量的1年赚不了几千块钱的群体。我说大量，你们别不服，你们去农村的大集去看看，你们去农村大集看看，你看看乌泱泱那么一批人，咱不用看，你就看他那个样子，你就知道了。大家知道如今中国的消费降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吗？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名词，叫做极致低消费。像上海的金融精英，以前吃人均200块的西餐，现在都去买12块钱的盒饭。就连米其林餐厅也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。而这种极致低消费对餐饮店和奶茶行业影响是最大的。去年中国光餐饮店就倒闭了300万家，相当于每天有8000家关门。奶茶店更惨，据说中国某品牌上半年开了826家加盟店，却倒闭了245家，平均每开3家就关1家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说白了，就是大家现在钱都太难赚了，大家手里都没钱了。今年的钱比疫情还难，比疫情还难赚。今年就是说直接人都不消费，马路上就没人，比疫情还难。疫情的时候最起码进来的都是精准客户，现在好了，进来的要不就是老头老太太，要不就是瞎逛的，反正总之没人消费。这样下去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17人是不是都要准备喝疯了？我可能快要活不下去了，负债480万。我是来自江苏的刘志祥，今年48岁，我已经10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。请问你们最难的时候有多难？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，也不怕你们笑话。我现在甚至连身上几十块钱都拿不出来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5年前的时候，我还有5家连锁超市，也有几十名员工，短短几年，我赔的什么都不剩。晚上在这里捡东西吃，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。他好饿了。给。
是吧？哥，你怎么这么可怜啊？再给你个苹果。我前两个在老师看了片，我票了这家的不骗了。唉，对哇。这里是我见过最适合挂逼老哥们休养生息的基地，在这里住宿不花钱，河里洗澡洗衣服免费，公厕的自来水喝了还不拉肚子。平日里老哥们都是啃馒头或者煮挂逼面充饥，没钱的老哥会去快餐店大排档捡些剩菜剩饭吃上一吃。吃的话，你每天是怎么解决的？吃的话就是吃饭可以去捡剩菜剩饭，喝水怎么解决的？喝水，去洗手间那里喝水啊，就是公共厕所是吧？对。点单吗？点啥？直接上楼啊？对。他现在说要等。他说要等人家那边那对情侣吃完了之后，我们赶紧冲过去。这俩人走了，他过去了。我坐这如坐针毡，我操，怎么回事？来，准备啊！都分配好了。什么？这个瓶子空，这个留着。我这儿那女生还剩半管可乐，一会儿我给你半管，然后再去加点水，对着，大家一人一半就完事儿了。谁喝呀？先把这垃圾收拾。这也太……这个呢？你看这还剩点番茄酱。我其实混的不是很好，一事无成，还得被你杀了。我都30多岁了，钱没赚到，工作一事无成，生活乱七八糟的。10年了吧？一事无成，哎，一事无成。不知道我听。在凌晨4点的城市角落里，有一个我不敢去第二次的地方。这里找工作就是在找活路。工人你做死都不中，农民蛮难。只要人家要人，我们都要。你们见过凌晨3点的武汉吗？这是在武汉的一个天桥街口下，整座城市都在睡觉，而这里却格外的热闹。花2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大碗可以续的白粥，这应该是全武汉最便宜的地方了。我们在你的人都放哪去啊？惹你们，这都放哪去吧？兄弟在龙华汽车站睡了几个月了，今天晚上我去看看他，一起聊聊人生，带了一些食物，有烧鸭饭，有酒，有花生。我们去龙华汽车站，现在。
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